一生受用的7种绳结打法，简单又实用，家家户户日常都用得到哦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采味。古代流传的7种绳结技法，蕴含深厚的智慧，其实用性不可忽视。这些技法既是传统的手艺，又是实用工具，学以致用，必然受益匪浅。它们各具有不同的特点和用途。方法1：锁套结。需要打结的绳子，我们将其弯叠成一个 S 形，然后左手捏住这个 S 的中间，右手拿住另外一头来缠绕这个 S 弯，向左手方向缠绕3到10圈即可。然后我们把这个绳头从这个环内拉出来，使2根绳头一个方向。接下来再把绳子收紧，这个绳结就打好了。绳结非常的灵活，可任意收缩放大圈口。这种打结方法主要应用在锁套重物，优点牢固，不易划开，也能很轻松打开。其简单易学的特点使其在日常生活中广受欢迎，展现出其实用性。方法2：网兜结。准备一根绳子，我们把绳头打个结，使绳子形成一个闭环，然后十字交叉，记住这个交叉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花盆放在这个交叉点上。这边绳子长度呢约为2/3花瓶的高度。接着把长的这头拉过来，搭在这个环上，然后我们整理一下，从下方拉出来，一直拉伸。另外2头呢也形成了和最初始一样的小环，整理一下，高度一样的，约为2/3花瓶高度。我们把长的这头呢拉过来，搭在这2个小环的上边，然后2只手分别把绳子从环下方拉出来，再整理整理。这时你就会发现它像一个网兜，牢牢套住了花盆，最适合悬挂家里的绿植，是不是很美观呢？方法3：吊绳结。准备一根绳子，平放在桌面上，然后我们把瓶子呢放在绳子上面，在瓶口上面交叉打一个结，再把2根绳子分开，并套在瓶口上。这个方法可以重叠放多个瓶子，在生活中用来悬挂瓶瓶罐罐最合适，是一种用于制作绳带或挂带的技巧。通过巧妙的打结方式形成一个固定的带子。在古代，这种结呢被广泛用于储物、携带物品等方面，展现了其在生活中的多功能性和实用性。方法4：连线结。在连接2条绳子的时候最实用。我们先把一根绳子呢打一个结，然后用另外一根绳头穿过这个绳结，并将其从绳结下方环绕一个圈，再与第一根绳子的方向呢一致，从这里拉出来，跟着将其整理整理，收紧，这个连线结就打好了。优点，打好之后呢不会划开，非常牢固。最重要的是，绳子呢会越拉越紧，拉绳结的制作简便，但在应对紧急情况需要延长绳长的场合下十分实用。其结构设计保证连接处稳固无比，不易松脱，为多种应用提供了便利。方法5：封口结。我们把绳子十字交叉形成一个大环，然后将左手边上方倒扣过来，使其形成2个小环，再捏住这个十字交叉点，把绳子拿起来，这样一个绳结就制作好了，非常结实，即便是套在手腕上，一个成年男子也不会轻易的挣脱开。这种绳结打法用来封口打包最合适，常用于需要长时间保持紧固状态的场合。通过灵活的锁套设计，能够牢牢地锁定绳索，保证其不会轻易松脱。这种技法不仅在捆绑物品上表现出色，
更在露天活动、野外探险等情境中展现出了卓越的使用价值。方法6：断绳结，适合绳子磨损快断了的情况，结实牢固，实用性强。用手拉住快断的绳垫，然后呢将其翻转2圈，再拿起来倒扣在另外一边，从刚刚翻转的痕迹这里把绳子打开，从中间呢我们把绳垫给拉出来，然后将其整理拉紧。这种绳结打法适用于绳子磨损严重快断裂时，用这个方法将其修复，可延长使用期限。临时使用呢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即便是2个成年男子也不能将其扯开，非常的牢固。方法7：节点结，注意看手法，拿住绳子，左手固定，右手拿起绳子反绕回来搭在左手上，就这样重复操作即可。操作重点，每次线圈大小要均匀，一直重复操作直到看到绳头。注意，这时我们需要把这个绳头呢从这些圈的中间传出去，然后放在桌面上。这时我们将其拉出来，一会儿呢就会看到一个节点，一直拉一直用。这个方法可以一次性在绳子上快速均匀打节点，可以将其运用在生活中，就比如平常晾晒衣服时，可以防止衣架左右打滑，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。以上7种就是今天为大家整理的非常实用的绳子打结方法。这7种绳结技法既是古人智慧的结晶，也是使用生活中的得力助手。掌握这些技法，不仅提升生活技能，更能够在各种实际场合中派上用场。它们相互补充，各自展现出独特的特点，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与安全。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先进的时代，但古老的绳结技法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，一个小窍门，生活大帮助，请大家转发出去，让更多人受益。点击我的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更有趣的内容哦。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点击我的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更有趣的内容哦。